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Yuna，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从西元1981年发现至今已过36个年头，尽管各种药物与疗法不断的推陈出新，年年仍旧的无情夺走至少100万条性命，闻风丧胆能力首屈一指的艾滋病。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艾滋病真的是没药易传染、容易死又在同性恋中泛滥的可怕疾病吗？今天就来弄个明白吧，要开始喽！艾滋病 AIDS 全名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，由 HIV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所引起，如其名，它就是和免疫系统缺乏有关的疾病。问得好，艾滋病的确是性病，但性病其实指的是可以透过性行为传染的疾病，并不一定是性器官生病哦。像是艾滋病、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都是可以透过性行为传染的疾病，但它们都和性器官无关。除此之外，它们也可以透过血液或是母体垂直传染哦。回过头来，所以 HIV 到底是怎样把体型比自己大上数十倍的免疫军团给弄垮的呢？首先 HIV 进入体内后就会寄生在各种的免疫细胞内，特别是 CD4 辅助 T 细胞。成功潜入细胞后， HIV 会将自己的 RNA 转录成 DNA， 然后等合到宿主的 DNA 中，僵尸型病毒制造机就完成了。这个时候只要一点点的刺激，被感染的辅助 T 细胞就能够制造千军万马 HIV 大军，然后制造更多的病毒制造机，制造更多的受害者，再继续制造更多的病毒制造机，再继续制造更多。虽然有些改造中的辅助 T 细胞会察觉到自己被感染，然后立马自杀报复，但有些自杀是以发炎自爆的方式进行。本来牺牲小我的自爆是为了制止病毒的感染，并且呼叫更多的免疫兵前往感染区救援，但在 HIV 的案例中，这只是让更多的免疫兵跑去灾区送死。而且自爆释放的发炎物质还会连带影响周遭没被感染的辅助 T 细胞也一起发炎自爆。好，如果这个情况是发生在充满各种免疫兵的淋巴结警察局，就会酿成连环爆的大灾难。这段敌军暴增，我军暴减，完全一面倒的第一波攻击，就是感染的第一期，急速感染期。多数感染者会因为体内免疫士兵疯狂的应战，在疯狂的死亡，产生一系列的发炎反应，像是发烧、头痛、肌肉酸痛、喉咙痛、食欲不振、腹泻等类似流感的症状。这些症状大概1到2周后就会好转，此时也代表免疫军死拼活拼，终于在 HIV 僵尸爆大战中拿下第一局短暂的胜利。敌军数量下降，免疫兵也逐渐回升，但可别高兴得太早。HIV 并没有完全被杀光，被感染但还没有僵尸化的细胞，就像个未爆弹，随时可能会爆发。躲藏起来的 HIV 也日以继夜的继续抓细胞来改造。这个敌军偷摸摸缓缓升，我军默默往下降，而且没有什么症状的时期，就是感染的第2期，也是最常听见的潜伏期。潜伏期的长短因人而异，短则2周，长可达20年之久。而当最常被抓走的 CD4 辅助 T 细胞被抓到每微升血液不到500只的时候，噩梦就开始了。这时除了会开始出现和急性感染期类似的症状外，随着辅助 T 细胞数量逐渐的减少，还会让平常可以随意杀死的病原体小喽啰变得像 BOSS 一样强大，引发各种严重的刺激性感染，像是鹅口疮、卡波西氏肉瘤、肺囊虫肺炎、弓虫症或是鸟分支杆菌等等，让病患难受的不得了。而当这个过程中 CD4 辅助 T 细胞数量每微升血液不到200只，或是得到任何一种刺激性感染疾病，就算是进入感染的最后一期发病期，并且正式判定得到艾滋病。虽然上述病症都有药物可以治疗，但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，发病者平均就会在6到19个月内死亡。免疫细胞的确还有很多种，但就像身体的器官一样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免疫细胞间的分工非常的复杂，粗略的画下来后，大概就像这样。蓝色那群就是我们的主角 CD4 辅助 T 细胞，少了它，大概就会变成这样。前线杀人的后勤补充小兵的能力强化的，通通连带被影响，少了一大半。不是很懂免疫系统也看得出来，完了。更卑鄙的是，因为 HIV 复制时硬是要把 RNA 转录成 DNA 的过程会出现各种的错误就会造
造成突变，突变就会让他们轻松的产生抗药性，而且没有办法制作预防疫苗。但是可别小看我们人类，目前虽然无法完全消灭 HIV， 但已经有各种能有效控制病情的药物与疗法。根据201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显示，如果在发病前且医师判断半年内仍不需服药的情况下进行治疗，患者的平均寿命只与普通民众相差0.4到1.4年左右。虽然为了避免抗药性的产生，开始用药后就不能够停止，但长期控制下 HIV 就可以维持在难以侦测的超稀少数量，传染率也会变得非常的低。有些报告甚至显示，此时的感染者是没有感染能力的哦。但是如果是在发病期才接受治疗，就必须先挺过发病那关。在台湾，艾滋病发病者死亡率约为23%，也就是每4到5个发病者就会有1个死亡。所以即便有药物可以控制，早早就医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哦。附带一提，如果有特殊需求，像是另一半是 HIV 患者，或是突然遇到意外发生，也有事前或事后的预防药来降低感染率哦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多，当然还是要尽量避免被感染比较好啊。所以 HIV 到底该怎么预防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只要避免让感染者的体液进入体内就可以咯。体液包括血液、精液、前列腺液、阴道分泌物以及伤口分泌物等等。进入体内则可以透过不带套套的性交、公用针具与稀释液或是伤口碰触。所以只要避免以上的情况，要被感染是相当困难的哦。另外，已感染 HIV 的孕妇也可能在怀孕、生产或是哺乳时将病毒传染给宝宝，但只要按照医生的指示用药，改用口腹产以及使用母乳替代品，宝宝的感染率就可以从45%降至2%以下，而且宝宝的健康也不太会受影响哦。先别问，听我说。首先，其他像是眼泪、口水、汗水、尿液、排泄物等体液，因为 HIV 含量相当的少，所以不会造成感染。至少从艾滋病发生到现在，没有因为上述体液感染的案例。再来，离开身体的 HIV 就是个弱渣渣，不出几秒钟到几分钟就会全体灭亡。在海水或是有消毒水的游泳池更是无法存活。所以不论是去游泳、跟患者一起呼吸，或是意外碰到暴露在空气下的血液或精液，都不会被感染。最后，蚊子虽然可以传染登革热、疟疾、兹卡病毒，但它就是不会传染 HIV。为什么？因为蚊子在叮咬时会先注入唾液再吸血，那些藉由蚊子传播的疾病，就是透过病毒或微生物在蚊子体内发育增生，最后跟着唾液进入人体而传染。而 HIV 在蚊子体内根本就没有办法增生，自然就不会跟着唾液流入人体咯。当然，它也不会把辛辛苦苦吸来的血吐给你。至于它口气上残留的那超微量的血液，因为实在是太微量了，所以也没有办法治病哦。最后的最后，一定有人心中还有一个那么大的疑问，就是怎么都没有提到同性恋嘞？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不都是同性恋吗？要预防的话，是不是就要杜绝他们呢？别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喝个水，尿个尿，划个脸书，按个赞，再按个喜欢跟订阅，我们下集揭晓喽，拜拜。